大家好，我是小磊。今天的视频聊起大家比较熟悉的车型，也是最近几年跨界踏板比较火的一个类型，来自本田 XADV 750。说到本田的 DCT 双缸750系列，其实还有 NC750S、NC750X、佛沙750，还有今天的 XADV 750。虽然它被称之为 XADV， 也就是可以在非铺装路面行驶的踏板车，但实际上大家可以理解为这就是一种风格，并不是特别具备全地形属性。虽然它的外观是越野风格，也是高位排气，还是长行程悬架、辐条轮毂、全地形轮胎，但它是前17后15的轮毂。也就是说，你想要通过性，怎么也得前19后17，或者前21后18等等。你说轮毂都没有坑大，你让它怎么过坑？所以你把它理解为一种跨界风格结合的踏板就可以。而且 X 在本田就是代表着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另外，这种风格其实本田很早就在玩，比如90年代的 EZ9、EZ9 雪地版、雅马哈鸭子等等。越聊越跑偏，我们回到正题，先简单跟大家聊一下这台车。这是一台产自2017年的 XADV， 也就是第一代的 ADV， 后面2018年开始升级，就有了轻力控制、模式选择等等。2021年又升级一次，增加了更多科技型配备。至于外观，其实这几年没有什么改变。拿这辆车来说，第一眼看上去，感觉从这台车能看出很多国产车的样子，因为本田出现之后，大家就一直仿嘛。国产的仿造能力大家是知道的。然后这辆车的街头造型其实非常战斗，还配备了一个手动调节的风挡。至于挡风效果，就是造型大于实用，因为它也是为了凸显硬派的感觉嘛。防摔护拱是原厂标配和飞双使用的一个造型，当然也可以后期改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前大灯使用了 LED 大灯，前12厘米倒置减震，镜像安装的对置4活塞卡钳，双刹车碟盘。标配双通道 ABS， 用的是17寸120的轮胎 ，SUS 防锈辐条轮毂 ，L 型气门嘴。原厂配有底盘护板，这个底盘护板就是一个装饰，因为压根不是会有底壳的，它是一个护排气或者说挡泥板。底盘的离地间隙 16.2 厘米，车辆负重加驾驶员之后，大概会压缩到14厘米左右。另外，这个防摔护杠是后改装的。发动机使用的水冷4冲程并列双缸 745cc 发动机，最大马力6250转54匹，4750转68牛米。这个数据基本和 NC750 是一样的，但是和佛沙不同，下次聊佛沙750的时候我们会细聊。使用了6速 DCT 双离合变速箱，链条传动，这个数据也和新款的不一样，只代表老款。后减震使用了12厘米预载可调的中置减震，单活塞卡钳，15寸160的轮毂。铝制后摇臂使用了一个高位排气，改装铝合金3厢。后乘客脚踏使用了一个折叠设计，平时不使用，几乎与车身融为一体。这个设计可以说非常赞，坐垫的宽度和质感都不错，座筒容积也有21升，放一个半盔还可以。这里还有一个12伏的直流电源插座，这里写的是初始胎压前 2.5 后 2.8。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车辆负重的话，胎压推荐前 2.5 后 2.9个巴。另外 XADV 在踏板里面它也是有一定非铺装路段行驶能力的。至于为什么，除了它的轮胎轮毂减震器配置之外，最主要的是空滤和传动，尤其空滤的位置，它不是和普通踏板车一样放在了这个位置。如果放在这里走非铺装路段，空滤会吸入大量的灰尘，而且几乎没有涉水能力。所以本田把空滤改到了这里，有好有坏吧。空滤在这边换的时候很容易把卡扣弄坏，所以你需要拆掉这个壳子。所以这个车就是换空滤、换防冻液比较麻烦，车主应该深有体会。OK， 接下来我们第一视角看一下仪表。我们先打开仪表盘，它用的也是一个 LCD 的仪表，然后下面加了一个小仪表，这边是钥匙、N 档、停车档、ABS 的标志，然后这边的车把是远近光灯、双闪、喇叭、左右的转向，然后是加节档，也就是手动挡的加节档。这边是熄火开关 ，AT 和 MT 的切换，然后这边就是 N 档、D 档和 S 档的切换，打火开关。这是改的一个射灯。仪表上面的话是左右转向的标志、大灯的标志、机油、发动机、水温都可以在这儿去显示。然后这边是油表、百公里油耗、转速、时速、档位，这边是小计里程，这个应该是一个室外温度表。这边就是它的模式，也就是你的 D 档和 S 档，从这里就可以看到。OK， 我们打一下火。打火之前说一下这个吧，这边是坐垫开关，这边是油箱开关。车辆在通电之后，
按下这边就是它的马桶开关。这个开度呀其实非常小，你进去拿个东西都得把头塞进去。然后这边是油箱开关，一按这个，下面的油箱就可以弹起来。它是一个13升的油箱，加油的时候也比较方便。所以你说它是一个踏板吧，它又没有平踏。然后这下面还有一个小的拉手，这个是驻车制动，也就是手刹。这个是驻车制动，很隐蔽，很隐蔽。这边是加机油的，看到吗？很隐蔽的一个地方。正常来说，这个是后乘客脚蹬，这个是踏板，怎么会这儿多一个呢？这个是改装的。改装这个之后，你就可以实现站立骑行，要不然你站到前面很难受，但是你站到这儿，你可以身体很大幅度的控制车辆，所以这个的改装是很必要的。上一任车主的确是非常会玩，改得非常不错，这一点改的我觉得非常好，竖大拇指。然后再到车上面，这个是一个风挡，这个风挡的高低是可以调节的，但是我一般习惯把它放到最低。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放到最高，如果你戴的头盔是拉力盔，你的帽檐很容易跟它去相撞。OK， 下面我们打火试一下这个车。车辆自解，打火。大家可以看到是 N 档，这边往前推可以进入1档，就是低档的1档。当然你也可以切换到 S 档，只需要再往前推就可以切换到 S， 这给你的提示是 S 档。就是这个车是这样的。OK， 车辆停止之后按 N 档就是它的空档。给大家听一下这个车的声音吧。本田这个声音到多会儿都是嗖嗖的。这辆车的座高其实也不像一个踏板车，几乎是一个挡车的座高，座高很高。而且这辆车的脚踏位置这么宽，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控车呀？对吧？就是在一些越野路段上骑，在一些非铺装路段上骑这个车身越窄其实越好操控，并不是说这个脚踏这么宽你没办法去控车，知道吧？还有就是它真的是太重了，真的是你真正去走一些特别不好走的路段的话，车身轻才更容易脱控，而不是说把你车身重把你压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包胎都包不出来。当然这些都不是缺点，因为它不是定位的这个纯是越野风格，我只是在告诉大家，你把它当成一种可以走非铺装路段的一个踏板车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把它当做真的是可以去越野的，这个的确是不适合。其他的话这辆车其实没什么问题这个车有个特别难受的点，就是它为了保持转速，所以你在1档起步的时候通常会感觉起步那一下非常猛，非常刺激，动力来得非常突然，就是它为了防止你熄火，所以它没有办法像我们平时骑的有离合的车一样起步控制的那么精准。当然实际上它在1档的时候是不会熄火的，我们只是说这个双离合的调教。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个 DCT 双离合已经非常智能，比如你在街区低速骑行，它的升档很积极，会尽量让你感觉到舒适。本田对这个 DCT 调教的非常用心，我给大家模拟一下在街区骑行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它的升档逻辑非常快，大约你在时速70到80的时候，它就升到了5档到6档。我们现在挂入这个低档 ，OK， 这里档位是1，这里是低档。但是如果你骑行的比较激进，它又会根据你油门瞬间的开度
让档位升的不是那么积极，从而给你提供更好的加速。并且 DCT 变速箱在换挡的过程中虽然有声音，但是没有顿挫的感觉，这就是双离合的妙处。大家刚才应该能够看出来，它在时速80的时候已经变到了5档、6档。我们再试一下高速骑行。当然也有缺点，就是变速箱会根据你的转速或时速，以及保证不会熄火的条件下，在你认为不需要降档的时候，它给你降档。尤其在弯道中突然的降速非常吓人，这个你得慢慢适应。看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疑问，假如我需要低速控车瞬间加速，或者想把档位保持在2档或者3档怎么办？其实它是可以通过 AT 键保持在某一个档位不升档直到断油，但是你转速和速度一旦低下来，变速箱依然不会经过你的同意直接降档，这个也需要你慢慢适应。不过我觉得已经做得挺智能的。至于 S 档，我估计你一般也用不到。减震方面，前减震明显偏硬，但是也不能调教到太软，因为即使目前这样，走视频中的路已经频繁的刮底盘，所以离地间隙还是偏低，不过弯道的支撑力是没有问题的。后减震就明显比前减震好很多，韧性很足，这么重的负载没有减震到底或者偏硬的感觉，对凹凸路面的过滤也很积极，但是我估计空车的话一样会偏硬。刹车方面，我觉得是前40后60的分配， ABS 介入的不算积极，甚至偏后。水车震动感控制的不错，轮胎在柏油路面骑行抓地力一般，这个可以理解，毕竟要兼顾这个非铺装路面骑行，但是车是真重，停车一个不小心就容易倒车。另外整备重量238公斤，加上3箱和装备，保守在260公斤以上，座椅高度820。视频最后，本田也是最大限度把踏板做成多功能踏板，变速箱也做得足够智能，相当于把挡车简单化，骑行简单化，而且这几年也一直升级改进，并且这个理念和造型也是人家最先上市的。最后这个车的机油使用 10W30、40都可以， 3.4 升就够，插油底壳的话需要 4.1 升，冷却液 1.4 升左右，极速170。就聊这么多吧，哪里不对多多指点。